是全世界的国家，总共195个。这是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国家，一共152个，超全球80%的国家选择，人口占比超过44亿。大家好，我是微笑。其实一直觉得网上关于“一带一路”的硬核知识太少了，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讲到点子上，没说到关键处。不过别担心，今天我会带着大家从百年大变局、中美博弈的大视角切入，再结合 5G、高铁、北斗、石油这些具体领域，还有经济层面的考量，一点点拆解“一带一路”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为了这期内容，我前后花了半个月时间，全程都是实打实的干货。真心建议朋友们一次性看完，相信看完之后，你一定会对“一带一路”有全新的认识。它正是中华民族迈向百年大变局的重要起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银行家钻灰色空子，袭击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金融领域。而这些国家是自由经济市场，他们缺乏像中国这样的相对完整的国家政治主权，所以他们无法控制国家的金融软肋暴露在西方投机资本的视野中，就造成西方资本大量流出。而西方资本流出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资本家就趁机做空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而引发东亚金融危机。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被投机资本做空或者控制时，大到金融领域，军事与国防开支会沦丧，小到小卖部大米的价格会剧烈波动。这就是为什么网上有一大堆人说日本经济迷失了30年，这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国没有全面开放，金融货币是不可直接兑换的，资本流向也是严格控制的。尽管当时我们已有不良资产，但我们能用国家财政外汇直接弥补资本金，再用国家财政去除掉不良资产，让我们避免了这一危机的不是运气，而是国家力量。这种足以对抗投机资本的国家力量，来自于邓公为核心的那一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让改革开放的开放跟西方自由开放市场的开放不是一个词。记住，这是西方和美国用资本视角第一次正眼看待中国。自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趋势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自由美利坚。当时的美国随着冷战的胜利，拥有了单极的全球霸权，美军在中东地区更为的活跃，搅乱了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和平，把反美势力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引发了911事件。记住，911前夕的美国已经出现了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趋势。911事件后，大量美国资本外移，移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视角看待97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你就会看到在深圳、合肥、南京、上海的土地上，美资工厂拔地而起，在中华大地上，西方投机资本遍地开花。好在虽然那时候我们舆论环境很差，但还是顶住了西方颜色，非常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美资企业之所以会投资中国，是因为中国一国就能媲美联合国规定的所有工业体系，就连小型工业我们也具备。而产生这个条件的，正是我们一个个5年计划落实下来的。在97年向投资型转型过程中，我们是唯一一个产业资本完整的国家，不仅社会政治稳定，而且劳动力低廉，所以继续吸引着外来资本流进。因此，中国基建建设领域迅速发展。当911事件后，美国资本发现97年进入中国的产业受益匪浅，于是这时大量产业急剧涌入中国，进而带动了中国全方位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就是为什么千禧年过后，尤其是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能超高速增长的原因，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避风港，但这背后产生了一半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力量，因此部分原材料也受到了限制。随后，中美形成战略互补，什么意思呢？美国货币超发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其中一大部分是中国在双重输出，在输送大量廉价商品来维持价格的稳定。紧接着，中国就不得不接受大量美元作为外汇，但我们又无法在国内消费美元，如果要投资外国会遭到美国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想继续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自贸区。欧洲可以有欧盟，东南亚可以有东盟，美洲可以有北美自贸区，而我们可以？我们好像真的不可以。至少在那个时候，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政府看来，中日韩自贸区绝对不能成，必须得当搅屎棍，因为是真的怕。至于为什么，后面再说。所以自党的18大以后，清晰地意识到中日韩自贸区想要建成不是那么容易，那干脆我们自己带头，组建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区域合作框架。在这里插上一句话，08年全球经济大下调的状态下，各国央行疯狂印钞来支撑全球经济，在这里就形成一个困局。
举个例子，以前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美国，然后美国消费东西把钱给我们，我们再把钱借给他们，他们就再来买我们的东西，如此反复循环。用的是什么？美元。再后来，比我们中国有钱的欧美日韩，他们的购买欲望逐渐下降，尤其是那一代的人，到了中年之后，不是还房贷，就是被生活所困，老年人就更少会有购买欲望了。而除了欧美日韩之外，我们也一直都在促进中日韩经济区域合作。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老早就能成，那我们可能就会经常用亚元去购物，就跟欧洲会用欧元一样，其中我们的体量最大，所以亚元的领头羊必然是人民币。所以为什么中日韩经济区域合作一旦快要谈成的时候，美国就来搅场子，这是有原因的。毕竟中日韩三国近16亿人口，16亿人口都用亚元结算，就可以排挤出美国的美元。而且中日韩三国就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28%， 如果用亚元的国家再多一点的话，对美元的霸权可是不小的冲击。全世界有50亿贫困人口，大部分是在非洲和少数中东地区，而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购买欲望，但是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就用手中的外汇投资他们，他们有钱了就会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再把钱借给他们，如此反复循环。你会发现，之前我们是和欧美日韩发达国家10几亿人口做生意，现在是和非洲、中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生意，加上中国人口数量，总数超过50多亿人口。那生意做起来了，用什么结算呢？你肯定也想得到，那就是人民币。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因素。在此你会感到震惊，这种战略13年习总书记刚上任，那会就拉着一帮人讨论好了，真的是太超前了。从此一带一路正式诞生，并成为国家战略。这种背景也慢慢的改变了为美国超发美元买单还得被限制消费的局面。后来再加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带上小弟们进行经济封锁，那时候的国内舆论可想而知，公知带路党遍地都是，网上全是跪地求和，搞得好像我们跪地就能重回蜜月时期似的。不管怎么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远洋支线封锁，那我们从高铁开始织起一张断不掉的铁网，百年变局正式开始，一带一路横空出世。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陆权与海权的争夺，而是带有地缘政治性的战略，是整合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板块和能源，集中利用，用稳定大量的产能、庞大的外汇储备、高铁政治、未来6G、北斗来破除这一障碍。如果你仔细留意我们宏大的一带一路版图，你会发现大多数我们的原油供应国正好在一带一路版图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度互补、互助互利。他们需要中国工业生产的产品，中国需要这些国家的原材料，同时中国向这些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是互利互惠的宏大战略。这就是一带一路诞生的背景。而一带一路又有2大高明之处。第一，中国产能外汇资产过剩，同时能源对外国依存度过高，东西两地经济、人口、工业分布不均，欲打击易失去沿海核心地区。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第一点，缓解产能过剩问题。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美国又把战略从中东转回亚太。这就是为什么近10年沿海地区会有军舰，这个就不深挖了。而我国东西两地经济、人口、工业分布不均，一旦打仗容易失去沿海核心地区，再加上美国 TPP 协定不带中国玩了，就是上文所说的美国远洋支线封锁，我们打太极，从东到西开展一带一路。一开始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么庞大的工程能够实现，就像92年说我们搞不定三峡，02年说我们搞不定南水北调，到了现在他们也一定还会说我们搞不定一带一路。这不是因为公知变多了，而是因为公知变老了，其中对国家没有信心的好像还是同一批人。在一带一路提出之际，中国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钢铁、水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过剩。但是你仔细想想，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在欧亚大陆修高铁和高速公路，还包括学校、医院、城市设施这样的基础建设，每一项工程都离不开海量的钢铁和水泥。单说高铁轨道的铺设，每公里就需要数十吨钢材，一座现代化医院的建设，从主体结构到配套设施，消耗的水泥更是以千吨计。这样铺天盖地的建设需求，就像为中国过剩的钢铁、水泥产能打开了一扇巨门。要知道，当时国内钢铁行业的闲置产能足以支撑多个大型基建项目，水泥产业也面临着库存积压的压力。
而“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工程，恰恰精准对接了这种供需关系，既满足了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又让中国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找到了用武之地，相当于用实实在在的建设项目，把过剩转化成了助力，让这一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难题得到了巧妙且有效的缓解。第二，外汇资产过剩，手里的美元花不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好没多少钱，那就正好贷款投资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只负责土地征让和维持当地治安，我们负责修路、配套设施，并提供贷款。一开始肯定是用美元结算，抛掉过多的美元外汇后，会逐渐使用人民币来结算。到最后，合作可不只停留在他们采购我们的物资设备，从项目后期的运维到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服务，他们都离不开我们的支持，甚至连产品销路都需要我们帮忙拓展。这种深度绑定的合作模式，悄悄改变了原来的经济交往逻辑。我们不仅顺理成章地把产品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在这些交易中一步步渗透，慢慢走进了国际结算的核心圈。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短短3年，到2015年，人民币就能一跃成为全球第5大货币，背后正是这一战略在默默铺路。把目光转向祖国西部，伊朗和巴基斯坦早已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开始接受人民币贷款，借钱用的是人民币，还款自然也没法用美元来凑数，于是他们手里的石油、天然气顺理成章地成了用人民币结算的硬通货。说到这儿，就得提一提我们为什么羡慕美元的铸币税了。简单说，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发行国就能通过货币调控，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获得隐形收益。这就像手里握着一把能撬动全球财富的钥匙，哪怕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某些项目上，比如高铁，短期看财务上可能不赚钱，但靠着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铸币税效应，长期下来不仅能回本，收益还会越来越丰厚。这个是讲给咱们自己人听的机密文件，外国友人就不必听了，大家一定要保密啊！我们中国人自己了解一下就行，但是在外面可就别说了，好不好？第三，解决石油危机。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后，每日所需的石油消耗越来越庞大。据统计，中国石油消费高峰在2028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需的石油还是没达到高峰。石油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没有石油是不可能发展现代化城市的。而中国经中东和非洲运输过来的石油几乎都来源于马六甲海峡，那里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后果可想而知。因为消耗量大，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我们石油储备只够我们在没有石油输入的情况下坚持33天。所以习总书记才会说，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我们近几年下饺子的速度很快，再加上2026年的预测，东出势在必得。美国海军依旧是全球最强的，所有国家的海军全部堆在一起，可能敌不过美国的1/2，所以绕开马六甲海峡是当务之急。幸好我们在西边有巴铁，而巴基斯坦有一个港口瓜达尔港。瓜达尔港又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由我们出资建设，将在这里铺设铁路或者石油管道，把资源运输到新疆喀什。那为什么非得运输到喀什呢？新疆喀什在“一带一路”上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运输过来的石油补给到喀什当地，再由喀什腹地的管道运输到已经开采殆尽的新疆和甘肃地区的油田，因为当地有许多炼油加工设施。从瓜达尔港到喀什的石油不仅绕过了马六甲海峡，而且可以直接送到加工厂，促进西部发展。而前不久，我们就和伊朗签订了数字人民币来结算石油贸易。可想而知，“一带一路”这近8年发挥了太大的作用，用合作共赢的方式更换美式霸权，这就是“一带一路”的高明之处。能看到的高明不止现在，更在于未来。介绍完伊朗已经签订石油人民币协议，沙特、伊拉克还会远吗？我们拭目以待。一旦沙特、伊拉克2国也签订了协议，这3国的石油不断地从巴基斯坦上岸，一路向上行驶，直抵喀什，再也不用越过马六甲海峡了。中国石油命脉才真正的被打开。但是现在的运输大都是公路运输，成本太大，必须开通高速铁路和石油管道。而中巴边境一带山脉纵横，喀拉昆仑山脉等地质条件复杂，不管是修铁路还是铺管道，都要克服高寒缺氧、地形险峻等多重挑战。那这2项工程什么时候能真正落地？铁路何时能通车运行？管道何时能开始输送石油和天然气？结合整体规划和建设进度来看，预计在2035年，我国东出战略布局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前，这些关键设施大概率能建成并投入使用。
而随着高铁和管道的贯通，运输效率会大幅提升，成本会显著降低，石油供应的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增强。第四，石油危机2035年之前可以解决。近几年下饺子速度很快，为什么？保护南海。南海是我们的能源未来，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石油储备有中东的1半之多，甚至超过了沙特，并且南海有特别多的天然气和可燃冰资源，但是这些开采难度特别大，成本也很高。这就意味着在这里采集就必须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也就是保证南海在军事上务必稳定，否则我们只能在实验室上纸上谈兵的研发开采设备和开采方式。保护未来中国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我和同志们都相信我们的人民海军会把我们的南海保护得很好。第二大高明，用6G 和北斗来破除欧美的制定规则，为什么不是5G 呢？说大实话是，5G 真正的作用是提升国民自信心，让我们真正可以平视这个世界，未来真正的变革在6G。也就是说，5G 时代提到了信息革命，6G 才能真正实现。总之，记住一句话，任何单 G 都是为双 G 做铺垫。5G 还有一个作用，打破美利坚所制定的信息通讯垄断，让中国智能产品真正畅销海外，不再是美国产品单一卖全球。接下来是北斗系统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作用，可以在公共事业、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气象监测、减灾救灾等等发挥巨大作用，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在未来，北斗系统不仅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将更精准、更优质、可靠地服务于全人类。未来天上的眼睛，除了资本家手中的 GPS 和伽利略，还会有大家共用共享的北斗系统 5G。北斗不仅仅是自己要用，从 5G 这一代开始，我们的科技更多的要走出去，去外面的世界树立自己的通讯标准。那最好是需要从泛亚国家开始扶持中国的标准，共建共享。毕竟现在什么东西的标准都是西方的，也就受制西方，不光是通讯，就连螺丝刀的形状都是由西方制定的标准。一带一路战略由我们牵头，在这个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我们不仅会推行中国的产品，还会推行中国的标准，让一带一路成为推行中国标准的跳板，跳向世界。中国力量会走向世界，中国速度会走向世界，中国标准也同样会走向世界，打破西方的标准垄断，也就打破了欧美工业革命后制定的规则。现如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低迷，一带一路肩负起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的责任。合作共赢是世界未来的大趋势，是带领地球人真正的能源利用。互利互惠的宏伟蓝图是历史滚滚车轮必然的前进方向，而其终极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诸神黄昏即将到来，世界警察的霸权时代必将终结。我常常记得这么一句话：小时候在大人的教育下崇拜你，少年时在公知的忽悠下怀疑你，长大后在自己的探索中敬佩你。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担子很重，我们年轻一辈一定要放眼未来，为祖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绵薄之力。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也在期待你们。我始终相信，人这长远的一生，只要心中持有信仰，就不惧任何困难。即使前方荆棘满路，但那又怎样？攀登的过程也许漫长，但巅峰的风景是值得的。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永远积极向上，永远热泪盈眶。尽管前方道路险阻，2035东出之前，一带一路的高明之处才真正开始。同志们、同胞们，若此后没有炬火，我们便是唯一的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为了做好这期视频，我花了15天时间，但是研究一带一路，我用了5年。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